AI 的演算法對比上帝的創造秩序。假設有一天你走進一間咖啡館，店員不是人，而是一個 AI 機器人，它不僅能記住你喜歡的甜度，還能分析你最近的情緒波動，甚至根據你過去的購買記錄，提前準備你今天最可能想喝的。你感到驚豔，卻又有一絲怪異。如果機器能分析我的行為，預測我的需求，甚至比我更了解我自己，那麼我還自由嗎？我只是演算法中的一組變數嗎？就在這種感覺之下，全世界開始冒出一個共同焦慮：人類的一切其實都只是可以被計算嗎？世界的運行真的全部只是數學與幾率嗎？生命是演算法還是創造啊？這種焦慮就是本課的起點。AI 的演算法令人驚嘆，但它其實只是模仿者。我們先問一個看似危險的問題： AI 能不能超越人類？如果我們說的是計算速度、資料處理量、模式辨識，那答案是 AI 早就超越了。AI 能在 0.01 秒內看完10萬筆醫學影像，能在5分鐘內讀完你一輩子讀不到的書，能在你打第一個字之前猜到你要問什麼。但是 AI 再強也只有一個本質， AI 等於模式模仿加統計推論，不是生命，不是意識，不是靈魂。AI 所做的一切都離不開兩件事：一、資料；二、規則。你給他什麼，他就對你模仿什麼；你給他什麼資料偏差，他就放大什麼；你給他什麼規則，他就走什麼方向。他從來沒有一天自己決定要成為什麼，而這正是第一個巨大差異。演算法是人工建構，創造秩序卻是先於人類存在的真實。舉一個極端的例子，如果你叫 AI 做一張世界上最完美的咖啡杯圖片，它能做出超級漂亮的杯子。但如果你問它，為什麼咖啡杯需要有把手，它只能回答，根據人類設計歷史。它沒有理由，只有原因；它沒有價值，只有趨勢；它沒有目的，只有模仿。但聖經中的創造秩序卻是另一種東西，不是從資料中萃取，而是先於宇宙存在；不是模仿，而是源頭本身。聖經說，神說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創世紀1章3節。這句話的意思不是上帝計算出光的概率後執行生光程式碼，而是世界是從意志與目的而來，不是從統計或幾率生出。AI 的能力讓人驚豔，但它只能處理可以量化的世界。AI 能算出最有效率的交通動線， AI 能預測你30秒後會點什麼， AI 能創作歌曲、繪畫、寫小說，但 AI 永遠有一個致命限制，它不能處理無法被數字化的事物。例如價值， AI 可以算出一本書的銷售幾率，但 AI 不能告訴你什麼叫做一本值得讀的書。2、目的， AI 可以告訴你你接下來最有可能看哪部電影，但它不能回答你活着的目的。3、意義， AI 可以分析你悲傷的原因，但 AI 不懂悲傷的重量。4、倫理， AI 可以找出大多數人會怎麼做，但 AI 無法告訴你什麼是對的，因為這些問題都不是統計問題，而是存在問題。而存在問題是所有自然科學都無法回答的，也是創造秩序的領域。演算法背後需要設計者，宇宙背後呢？這裡有一個學生問過我非常好的問題：如果 AI 的聰明證明有工程師，那宇宙的聰明證明什麼呢？ AI 的演算法是人設計出來的，人類的腦袋是誰設計的呢？
AI 可以生成音樂，沒錯，但它的生成器是誰寫的啊？ AI 可以畫畫，沒錯，但它使用的資料集是誰收集的呢？ AI 的每一步都需要一個先於它的智慧。那我們看宇宙，宇宙的物理常數微妙到一點點差異，人類與星系就不存在耶。DNA 的訊息量比全球所有圖書館加起來還驚人，細胞內的流程比任何半導體工廠都更精密。如果 AI 的背後需要設計者，宇宙的智慧與秩序背後難道不需要更高的智慧嗎？這不是感性問題，而是邏輯問題。AI 的聰明讓我們看到，人類的智慧其實更神秘。如果 AI 是由人類建構而成，那麼 AI 的能力反過來證明，人類的智慧並不是進化出來的巧合，而是帶着目的與方向。人類不只會計算，還能構思不存在的未來，產生抽象道德，願意為了某些價值犧牲，寫出 AI， 卻知道 AI 不等於人。這些能力 AI 沒辦法模仿。為什麼？因為人類是按着上帝的形象造的。創世紀1章27節，人類的智慧不是演算法，而是來自能賦予智慧的那位。AI 帶來的是科技的震撼，創造秩序帶來的是生命方向。如果我們把世界看成一台巨大演算法，那我們就會問，我是不是被決定的？我只是數據，我沒有自由嗎？我只是一個高級模型啊。但創造秩序告訴我們，你是被設計、被看見、被賦予目的的。宇宙不是幾率的副產品，你也不是基因與神經網絡的意外。這就是演算法與創造秩序最大的差別。AI 讓人類看到自己能做得多厲害，創造秩序讓人類看到自己是為什麼存在。結語， AI 的能力不是威脅，而是邀請。AI 的崛起不是讓我們害怕機器會超越人，而是讓我們重新問，我們是誰？智慧從哪裡來？世界的秩序從哪裡來？人類的價值是否真的不能被演算法定義？ AI 不是答案， AI 是問題本身，而這些問題最終把我們帶到一個方向，不是更強大的機器，而是那位創造智慧、賦予目的，讓宇宙井然有序，也讓人類能夠思考、自由、愛的那一位。它不是演算法，它是創造主。